大家好，我是腿哥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再麻烦帮我订阅。完成后就进入今天的主题：博弈沉迷心理学。没人喜欢输钱，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资深玩家。这集首先来讨论为什么身边的亲朋好友对于博弈游戏的爱不释手。一名赌徒在2013年对科学美国人回忆：“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一直不停地赌下去。我爱赌，赌博让我嗨到爆。”一名华尔街高管承认诈骗家人朋友共计1亿美元巨款用来赌博，并且对法院承认：“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想办法搞到钱，然后满足自己的毒瘾。”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：人们不是单纯出于赢钱的目的才去赌博的。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心理学家马克·格里菲斯指出，赌徒会出于一系列的动机去赌博，并对5500名赌徒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，赚大钱是赌徒最大的赌博动机。接下来的动机分别为：赌博很有趣，赌博让人情绪亢奋。马克表示，赌博时，即便你在赔钱，你的身体也会不断产生肾上腺素，这其实就是花钱买快感。这一点已经被加州斯坦福大学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所证实。研究发现，有高达92%的人为自己设定了损失阈值，如果损失没有超过此限度，他们就不会离开赌桌。然而，他们在赌场赔钱，却不一定会影响到在赌场体会到的快乐。作者斯里达更说，人们会对小赢一把感到满意，同时对金额更少的输钱安然若素。伦敦大学神经学家罗伯·鲁特莱奇以及他的同事对26名受试者做了一项实验。实验中要求受试者做出一系列的选择，与此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，做出选择后会得出确定或不确定的结果。每做2次或3次选择，受试者还要给当前的心情愉悦程度打分。另外，该学院还通过智能手机 App 对多达18000名受试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。这次实验被称为大型脑实验。研究团队透过此实验得到了一系列有趣的发现，例如，当受试者对于获胜的期望较低时，他们对于获得同等奖励的反应会增强。不论受试者自己的愉悦感受报告，还是磁共振成像扫描，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。与多巴胺神经元有关的脑区域活动出现活跃。作为一种复杂的神经传导素，多巴胺在这一个实验中可能导致了受试者情绪状态的变化。罗伯表示，如果人们不断答错，并因此降低了期望，那么当他们最终答对一次后，获得的愉悦感就会大增，并且解释到，要是你接连遇到坏事，你对好事的期望就会降低。这时，你要是碰到了好事，就可能会感到非常高兴。格里菲斯也提到，对资深赌徒起到最大影响的因素在于潜在奖励的数量，而非最终能得到的实际奖赏，甚至赌博的类型。游戏和赌博机往往在玩家输掉游戏后，通过向玩家提供替代性奖赏，例如额外的点数或提高下一次游戏中的奖励数额。格里菲斯还说，你要是连续不断给玩家一些小恩小惠，即便这些奖励和奖赏和钱无关，也会逐渐把玩家套牢。有趣的是，为了得到这些潜在奖赏，有时赌徒还会训练自己伪技能。格里菲斯举了一种英国游戏机为例，这种游戏机有自适应功能，在某些时间内，游戏机吐出的筹码会多于它吃进去的筹码。一旦这慷慨时间结束，游戏机的设定就会恢复正常。为此，某些玩家还试图寻找未开大奖的游戏机，希望在下一次慷慨时间内能大赚一把。综合以上的实验都说明了一点：赢钱并非赌博的全部。很多赌徒进赌场的目的和赢钱几乎没有关系。赌博是一种自我打赌的过程。重要的是，赌博中那些会让赌徒感到快感的伴生要素。尽管赌博成瘾的原因很难说清，赌徒对赌博上瘾也会有许多理由。但是，为何任何类型和结构的游戏都会对玩家产生这种病态的快感？对此，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。尽管并非一种完全负面的诱惑，但是赌博依然对那些口袋已经空空的赌徒具有致命的吸引力。你下次压闲还是压庄？答案也许是都可，因为你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输赢。那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。最后，我是腿哥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。